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62讲：澳洲现金交易新政策。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税务局现在对现金交易的一些新政策。那对于现金交易，那并不代表说你现金交易就是违法的，因为现金交易只要是你现金交易，你的收入是申报给税务局的，你的现金交易去付员工工资，去付这些进货，那你只要是申报的这些支出，也申报的这些收入是合法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这个现金交易呢？因为也有很多人他是收到的这些现金收入他是没有报到政府的，那这边是税务局是看的这一些重点。我之前在一期的节目里面也聊过税务局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就是监测您到底是有没有申报这个现金收入。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基本上是看一下你申报的这些收入和支出的一些比例，来监测一下你是否是有没有报的收入，和一些他能在其他的政府里面能找到的一些信息，关于你的一些资产，或者是你在一些保险公司你保的一些贵重的物品，他看一看你申报的收入和你持有的这些资产是不是成正比的，你的收入能不能支撑你拥有的这些资产。但是呢，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要耗掉税务局很大的人力物力，还有一个时间。一个审计可能有些需要1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甚至更长，因为来查到你到底是否有没有一些现金收入或者没有报的这个收入。那这个其实是比较被动的行为，就是等已经发生了以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然后我再来看，你是否有没有报的收入。那现在他通过我最近就是观察现在税务局提的一些新案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更主动的去避免一些现金的交易。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3个我现在观察到税务局现在准备要做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就是在19年初就出来的这个提案，就是说限制商家接受1万澳元或者以上的现金收入。也就是说，以后你如果这个提案通过了你以后去买车如果是2万澳元的车，可能商家就会拒绝，是说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你的现金的支付，你只能给我转账。OK， 这样就可能会大大的降低了现金在市场的交易。那也就是说，在税务局做监管的时候，它就是这一很大的一部分钱就可以通过去银行转账来监控，就没有必要是说通过这些计算监测不断你的资产和收入来监控你到底有没有报的这个现金收入。当然了，这个1万澳元的这个限制并没有限制你个人之间的这个交易你个人之间的交易其实是不用上报收入或者上报这个税的，主要是针对于商家接受别人的这个付款这个是限制。那这个提案的话预计是说如果通过了，应该是从2020年的1月1日执行，但是呢我们就等这边的政府到底最后的提案看能不能通过。第二点的话，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税务局现在每一个商家都需要用电子发票。OK， 我们所说的电子发票不是说我们就是用这个Excel 或者是 Word 文档生成的一个电子发票。因为有些地方的话是需要从政府这边去购买发票，然后呢有这个号码编辑这些，但在澳大利亚的话，它是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文档，然后生成一个你自己公司的一个发票，然后可以 email 给对方。但是以后税务局想推进的是说，就是每一个商家需要用这个软件可能是会计软件类似的一些产品，然后生成你的这个发票。
而且这个软件生成的发票会直接的传输到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商家，这两方的这个发票的接收就非常的快，而且它会通过税务局会通过跟软件公司的沟通，然后把这些所有生成的发票及时的传输到税务局那里。那税务局这边就知道双方的一个是收入，一个是支出，然后就可能知道企业所得税，就预估到企业所得税，还有一个就是消费税 GST， 你可能需要支付多少。我之前在视频里面有讲过关于 STP， 就是工资及时申报系统。那其实这个推出的一个这个政策，其实就是一个全面电子交易的一个雏形。那它慢慢的会推进各个方面的电子，你必须要用电子的这种交易的这种传输的行为来完成，好吧？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方面，现在税务局要推进的就是关于公司倒闭后，增加董事的一些责任。我们大家都知道，有限责任制公司其实是说，只要是这个公司经营不善，这个我用的是有限责任制公司来经营，那如果有任何的债务，我可能就不需要去支付了。但是呢，税务局嘛，它是政府 ，OK， 它就有权去提案，是说，不行，你的一些税务，你可能需要去交。现在通过法案的几个税是你必须要去交的，是什么东西？是员工这方面的税。第一个的话就是员工代扣税，那如果你公司倒闭了，然后你公司不能支付，如果你是公司的董事，你公司的董事就必须要支付员工的代扣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还欠员工的养老金，你这个也是需要去支付的。你就算公司和个人现在不能支付，那这个历史一直会放到你的档案里面。然后如果到时候你有这个钱了，或者你有收入了，这个钱你还是得还清。OK， 给大家讲两个有趣的现实就是说现在税务局是其中一个最大，在市场上是最大的一个债权人。然后他债权人他就有权去倒闭这些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不能付款，及时的付款，那税务局就可以倒闭这些公司。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澳大利亚最容易会被倒闭的公司，就是最有风险的公司，就是这个行业就是建筑行业。所以建筑行业很多的一些企业现金流没有跟上，那就可能会被倒闭。那其中最大的一些税务，最大的一些债务可能就是税务，比如像 GST 消费税，还有一个企业所得税。那之前的话，很多的人就是说，哎呀，反正我交不起了，我也还不起债务了，我就把公司给关掉，然后呢，税务局的这些钱我就不交了。所以现在税务局就延伸了，就是增加了之前的这个董事的债务。不仅仅是包括了那个员工的养老金和员工的代扣税，然后在提案里面，它增加是说，如果企业倒闭了，董事也要承担企业所需要交的 GST 和企业所得税，对吧？如果有些人还是有这种想法，是说我把公司关掉了，然后反正这个税就不用交了，那可能以后就不太现实了，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人或者朋友也会感兴趣，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二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00
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